陪伴本来就是一种选择。待会儿吃完后，我们早点回去休息吧。明天的话，可能还有些别的安排。今早我临时接到了一位客户的电话，我们律所此前曾帮他解决过一起重大案件，所以趁此机会，他想邀请我们过去做客。不出意外的话，估计要住上2晚。不过，如果你想早些回去的话，我完全可以回绝他，你不用勉强自己。好，那晚上整理完行李后，就先把它寄去目的地，这样我们正好能在过去的路上多逛逛。旅行本来就应该是一件诚心而来、兴尽而返的事。我可以陪你到最后，到你想回去为止。您订的晚餐套餐已经准备好了，方便让我为您送进去吗？没有，这是与您同行的左先生先前预定的。在您之前不久已经送到了。抱歉，我刚才没听到。哦，没事，就是下午的时候稍微小憩了一会儿，可能有些睡过头了。我没什么不方便的。不过，酒店送来的晚餐你已经用过了吗？毕竟是我请你帮忙，还是等你先把饭吃完吧。我先大致整理一下，待会儿在房间等你。还好没被看到。为了不影响旅行的兴致，得赶到他过来之前把这些收拾起来才行。房门开着就好。抱歉，让你看到这种场面。差不多了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些零散的小物件，我正准备收拾。
就麻烦你了。嗯。这是睡觉时的眼罩，因为今晚还要用，就暂时没收进行李里。好。想笑就笑吧。这是生日时翟星送我的，毕竟是别人的礼物，我想着睡觉时的样子也不会有人看到，就留下来用了。只是一般来说，无论如何，现在还是被你看到了。啊，没事，你不用道歉。我觉得能趁着这个难得的机会让你看到也不错，至少能逗你多笑笑。好，那就当做我们之间的秘密吧。没事，只是稍微有些走神。好，我看这里似乎有很多小摊贩，你有想吃的吗？好不好吃不知道，但看起来挺特别的。你要我怎么帮？那你准备好？
如果真的那么害怕的话，就不要勉强自己了。你要是真的那么容易说服自己，刚刚就不会抖成那个样子了。好，不笑了。正好有2把勺子，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我先替你试试吧。没那么夸张。不过如果你提前知道味道的话，在吃的时候，应该就没那么害怕了吧？没什么。突然被你这么盯着，我也有些紧张了。没事，不用收敛。稍微有一些，不过我觉得应该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可怕。估计是饿了吧。还是我来吧。没事，我不介意。你呢？那就好。好。你在向他道歉吗？啊，这没什么。比起你的反应，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，甚至有许多人都认为天鹅只有白色的。直到17世纪左右，他们才惊讶地发现了黑天鹅的存在。所以从此以后，那些不可预测的稀有事件，才会又被称为黑天鹅事件。是啊。的确，影视作品里经常会有这种说法。有时候，黑天鹅还会与白天鹅一起，被用来指代人的内心中比较矛盾的两面性。白天鹅象征着高洁与忠诚，而黑天鹅则代表了在抛弃内心的挣扎与掩饰之后，那份不加压抑的欲望与渴求。
您回来了。不用，放完行李后就可以稍微休息一会儿了。其实这次不是受邀，而是我主动拜托他帮忙预定的这家酒店。对，不过如果按照正常程序预约的话，队伍已经排到了明年。但他正巧是这家酒店的股东之一，所以就在每月例行整顿的那一周，破例接待我们了。抱歉，隐瞒了你那么久。因为你。之前听到你很兴奋地谈论过这里，所以我就有些好奇，在带你来的同时，也想看看你喜欢的地方究竟是什么样的。没有，之后我就被翟星拉去聊天了。怎么了？你们当时还说了什么？如果有机会的话，下次我们请假一起去吧。啊，你是认真的吗？这种地方可不适合和异性一起去啊。但是这家店出名的原因不止于此，除此之外，还能享受帅气管家或者漂亮女仆的贴心服务，你不觉得超级棒的吗？不过正因为如此，和异性一起来还挺容易产生矛盾的。所以你也对这里的管家很感兴趣吗？你刚刚似乎一直在看他们，是吗？别紧张，和你开玩笑的。旅途劳累，先生和小姐可以先去房间小憩片刻，待会儿就可以用晚餐了。小姐的房间先前重新装修过了，现在在古堡的2楼，请随我来吧。小姐不必和我客气。打扰了，给您送了一些点心来。进来吧。怎么了？谁来了？只是古堡内的服务员，我们继续。
服务员而已，我们左律师怎么眼睛都直了？我之前旅游时听说罗迪古堡内有不少漂亮的女仆小姐，这不会是动心了吧？看来朱律师对这场谈判很有信心，居然还有闲情关心别的事情。我们继续吧。就像之前所说，我方不同意目前贵方律所提出的赔偿金额。在讨论具体数字之前，我觉得我们应该先对条款进行逐一拆解，厘清各方责任。如果连这点都做不到，一味模糊事实，我方其实不介意直接上法庭。这也不是不行，我们再看看吧。就像翟青说的那样，以后再遇到类似的问题，必须得注意。左然呐，你的脸怎么那么红？刚才也很奇怪，明明只是场友好的谈判，看你语气着急的，都把对方笑得够呛。没什么，我还有些别的事情要处理，先下了。你刚才为什么一直盯着我看？也不是。哦，一些小事而已，你不用太担心，交给我就好。好，你也是。没事，只是稍微有些呛到了，抱歉让你担心了。谢谢你的花草茶，时间不早了，你也早些回去休息吧。怎么了？突然打电话给我？你们那里应该已经是凌晨了吧？左然没和你说过吗？哎，我早该想到这点的。
按照他的作风，怎么可能会老老实实的通知你？哎，不管了，谁让他那么乱来，我就直截了当的说吧。左然前几天呢，突然和我说，因为有意外情况，所以要延长假期。本来因为后面的工作很紧张，我是不准备同意的，但他说会和你一起协调好工作。没想到他最后居然没告诉你。哼哼，估计所谓的意外情况，也只是单纯的想陪你多玩几天吧。真是的，旅行途中还想一个人做2份的工作，他是准备在异国他乡累死自己吗？小姐，您这么着急回去，是不想和那位先生独处吗？真是辛苦您了，那今晚就早些休息吧。明天白天我要出门采购，小姐如果有什么特别的需要，可以随时和我说。吓到了吗？抱歉，他们应该暂时回不来了。因为这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，涨潮的海面将前往陆地的唯一通路给淹没了，所以那些工作人员在清早出门采购后，也被挡在了对岸。这座古堡现在成了一座孤岛。不过考虑到古堡还有剩余的粮食储备，至少足够我们2个人再吃上4到5天。再加上这种恶劣天气会对救援产生巨大风险，所以根据警方判断，最安全的做法就是等待。你都知道了。这些都是你做的吗？好，我试试。味道不错。先等等，我还没把这些全部尝过，先不用那么着急。好。
味道不错，很甜。哦，我自己来吧，你也累了。那就麻烦你了。其实，我也有过你说的那种时候。我也有过你说的那种时候，并没有刻意去压抑自己，我一直有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。你不觉得奇怪吗？采购其实根本不需要那么多人，但为什么这座古堡内一个工作人员都没有？他们是因为我的请求，才会在白天的时候暂时离开这座古堡，放了半天的假期。因为我想和你多独处一会儿。本来他们在接近傍晚的时候就该回来了，但没想到的是，居然发生了这场暴风雨。抱歉，明明是场难得的旅行，我……这件事是我先考虑了，但我当时其实并不觉得这是种勉强。这么做的初衷，只是希望你能玩得尽兴，不要被那些繁琐的工作影响了原本的性质。所以，与其说是勉强自己，不如说将工作揽到自己身上，只是我的一点任性而已。好，我答应你。那首先，有件事我必须要先告诉你。目前有2起案件需要给客户出具法律分析报告，截止日期是明早之前。
真的没事吗？你在房间里吗？方便我过去一趟吗？我这里有些备用蜡烛，如果你怕黑的话，可以点上。我去找你。放心，很快。如果我不问的话，你是准备一个人摸黑回去吗？突然停电，应该很害怕吧？走吧。地下室。今晚的风力很大，连避雷针都不知道在什么时候被刮落了。这些玻璃窗也未必撑得住。为了避免被伤到，我们还是先去地下室避一避吧。发短信给你，只是想确认一下你有没有被吓醒而已。没错。时间不早了，早些休息吧。哦，床铺我刚才从储备间里拿出来时已经检查过了，是干净的，你放心睡吧。隔壁还有一间房间。等你睡着后，我就回去。那好，你安心睡吧。门我就不关了，我就在隔壁房间，如果有什么事的话，可以随时叫我。晚安。果然是在逞强。果然是在逞强。有些放心不下。刚才我突然想到了一个以前学到的老办法，所以就想试试看能不能帮到你。把手腕伸出来。这是上学的时候，有一次去孤儿院做社会实践时，那里的园长教我的。每当那里的孩子因为害怕而不愿意一个人睡时，他都会用这个方法。只要用绒线将两个人的手系在一起，那么无论发生什么，对方一定会及时察觉。
有时候，小孩子反而比较坦诚。不舒服了或者害怕了，至少还会哭，不是吗？父母为了培养我的独立性，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就让我一个人睡。那个时候，我也会害怕黑夜，害怕这种暴雨的天气。可惜在我曾经害怕的时候，还并不知道有这种方法，我的父母也不知道。但是我现在知道了，现在我将它告诉你，希望你比起自己硬扛，能够稍微依赖一下这个方法，依赖一下我。直到天亮为止，我都会记着的。这根绒线足够长，可以延伸到隔壁房间，只要你轻轻拉动，我那里就能感觉得到。哦，从毛衣上拆下来的。本来是为了预防倒春寒时突然降温，带着以防万一的，没想到居然用在了这种时候。好，我记住了，你可不要反悔。小姐，十分抱歉，前几天让您受惊了。刚才我见到先生，他似乎去2楼看书了。早，怎么不多睡一会儿？我也是，因为睡不着，就起来找些书看看。哦，这本啊，是工作人员推荐的，里面记载了一些有关这座城堡建造时的历史故事。这座城堡出自一位末代的国王之手，他为了逃避金钱与权力的纷争，想要填造出一座远离陆地的海上岛屿，与皇后避世而活。这是场旷日持久的大工程，但在城堡即将完工之前，皇后就因为沾染恶疾而去世了。于是，为了能让她的灵魂顺利回家，国王才在最后
建造了那条沿至陆地的通路，并且为了指引皇后，国王在世期间，城堡的各个房间内都始终烛火长明，彻夜不灭。因为常常能帮助渔船在各种恶劣天气内辨别方向，所以这里又被称为归途的明灯。那如果是你的话，会愿意和喜欢的人居住在一座只有2个人、与世隔绝的城堡内吗？你会愿意吗？用这种方式一生相守。你不担心随着时间会感到腻烦吗？很像是你的回答。我，只要是对方期望的地方，我都可以。我没有食言。陪伴本来就是一种选择。其实很多时候，我也和你有一样的想法。我也希望你不要过分勉强自己，不要过于顾忌与担心我的反应和感受。无论何时，我都希望你能做你当下最想做的事，表达你最想说的话。我希望你在我面前能更加任性一些。会有的。是啊。抱歉，时差还没完全调整过来。刚刚睡了一觉，所以没能及时接电话。啊，放心，我没什么不舒服的地方，也有按时吃饭，你不用太担心。我也看到那条新闻了。等到海水慢慢退潮之后，洛迪古堡应该就能继续营业了。的确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那天的暴风雨也算是一起黑天鹅事件。虽然没有造成严重灾害，但对我个人而言，或许的确是产生了一些重大的影响。比如，会尝试着变得更加任性一些。我很喜欢和你在一起时这种潜移默化间的改变。哦，怎么了？你看起来似乎有些欲言又止。之前我们不是约定过了，在我面前，你不需要有什么顾虑。想见我？你是说现在吗？啊，不是不方便，只是我稍微觉得有些惊讶，没想到你也和我抱有同样的想法。没骗你，之前完全看不出来。大概是因为我还是没能完全放开吧，会担心自己的想法有些唐突。
之后我也会去努力习惯的，去习惯在你面前随性而为。你说的没错，养成一个习惯最好的时间就是在当下。那这次，就换我再说一遍吧。我现在可以去找你吗？不需要做什么，就随意在小区内散散步就好。那好，我马上就过去找你，等我。